这里三角梅的颜色就比较多了，有红的，有白的，有黄的，还有这种粉红的。哎，这里很多这种盆啊，这种盆是打鱼用的。往前面大概110米啊，就在前面了。哇哦！这一进来就可以看到这墙上开始有画了。到了三清壁画村，就能看到这个海水非常清澈，非常漂亮啊。墙上也有点壁画了。其实壁画对我印象最深的是马来西亚槟城那边的壁画特别漂亮，他们的花坛都做成这种船形的。这里不知道是不是一家酒店。这个画的很有意思啊，整面墙。越南人的房屋结构就导致了它这个壁画没有那种特别大的壁画。哇，这里好陡啊！我要紧捏着刹车。这里是海滩啊，这边海滩很漂亮，渔船在那个前方有几个人在移动渔船。我现在到了三清壁画村这个海边的这条路了，一条非常小的路啊，有很多小渔船。现在在破岸，已经在破岸了，啊，前面那个小渔船应该是刚刚打鱼归来。越南人的院子啊，有院子的房子很少，一般房屋呢四周也都种了很多这个绿化，啊，种了很多植物，所以能够裸露出来的墙并不是很多。这里画的确实还不错啊。三清壁画村的壁画呢，很有这个越南风格，就是很有当地的一些色彩啊。啊，这里画了几条龙，有龙有虎，有龙有虎有马，应该12生肖吧，还有鸡牛猪狗猴子。我以为这是一个旅游景区啊，其实并不是，这就是一个。当地的可能是有喜欢画画的，画了很多这种，啊，这种都是小海产，因为它没有特别大的整幅墙，所以这个壁画画的呢，相对来说就比较的没有那么宏伟啊，都是很小的这种。很小的画作，不过可以看出来，每一幅画绘画的人都很认真啊。哎呀，这前面还有路吗？这是路吗？哎，是的，前面还有路。其实这条路出去，可能这个村子就出去了。越南这种村子很小啊，这村子两边很多这种野生的仙人掌。我原本以为啊，这三清壁画村是那种整个村子全是壁画，非常宏伟、非常壮观的。其实到了这里才发现并不是这样啊。这个村子就是它只是当地的村民画家，把这个村子那个大一点的墙壁全部画成壁画了，而且画的还都不错啊，挺有感觉的，挺不错。反正顺道来一下也不亏，挺漂亮。好，我们继续赶路。
到这边能看到的独立的墙面，比较大幅的墙面上面基本上都有作画，但是我们看越南人家里面很少有这种，有像中国那样的很高的院墙，所以我们能看到的画都在里面，拍摄的时候非常难拍。好，这里就是三清壁画村，我们出了这个就等于出去了。好，这里给大家来个镜头吧。这里有很多海产晒起来的啊，我不知道是什么，看起来像塑料袋一样的，就特别多。哦，我知道了，这可能就是用来做画的吧，有可能是用来做画的。这个每个坛子里好像都是那个燃料。哦，他们把这个船的底部也画得很漂亮啊，画得很漂亮。那越南人真的很会生活啊！其实这些他们基本上画上去以后，他们也很少会看到，很少会看到的，因为船底是在海里面嘛，在水底下的。这里的海滩很漂亮啊，到这边还是有很多墙壁上画的有画，这晚上这里有酒吧，然后我看还有几家旅馆，那这里晚上来旅游的人应该很多的。我们走海边看一下吧，因为现在是正午时分，所以现在人是比较少啊。哇，这里一个临海的这种小酒吧、小餐厅，搞得很有格调啊。太陡了。那我们就沿海走一段路吧。其实我想找个咖啡厅啊，喝一杯咖啡休息一下中午。但是这边好像是没有啊，好像是没有。这边晚上应该有很多人来这里。附近有很多的小酒店，有很多的小餐厅，但是这个村子不大，人应该不多，所以外来的游客应该是很多。那游客主要都是本地人。哇，这里很多遮阳伞啊，应该很多人在这里游泳啊。这附近很多的那个座椅。哇，这里很多餐厅啊，晚上这里应该很热闹的。这里的沙滩很漂亮，非常干净啊，沙也很细，水也很清啊，水特别清，忍不住都在这儿转了一圈。这路修的就像那么回事了，这格局就出来了。其实越南有很多地方，它格局还没有打开，只有把路修好了，游客才会过来啊。哎呀，你看它这一家的墙壁就做的很漂亮，做画做的，这壁画做的很漂亮。我现在就离开这个三清壁画村了。三清壁画村属于三旗市。那我逛了这里以后呢，我下一站可能是广义，看广义有什么好玩的。如果有可能的话呢，今天晚上我直接去归仁，我很喜欢归仁那个地方。三清壁画村属于三旗市，
然后现在我出了这个村子以后，我先往广义方向去，看看那附近有没有什么好玩的。有好玩的我就停下来，没有好玩的我直接去。今天晚上就睡到归仁从这里到归仁还有220公里，骑行的话可能要5、6个小时。其实今天晚上不一定要到归仁，因为路太远了。这2天我是比较累，休息的比较少。那我就骑到哪里是哪里，应该是广义也不错。先骑到广义，在广义住下来，然后再往前走，再往南走。一切随缘吧。这个三清壁画村这边的一条河真的非常美啊，这河水特别清。刚看到广义有一个朱砂古城，我就把目的地直接导到朱砂古城了。其实越南这地方很多时候是不需要导航的，因为它就南北一条路。如果说你能够辨识方位的话，你是不会迷路的。现在我是辨识不了，因为我到这边磁场是乱的，哪是南，哪是北，哪是东，哪是西，我都分辨不出来。特别是到城市里，我根本就分辨不出来。在农村呢，偶尔还知道东西南北。哇，又是这样荒凉的地儿又是这样荒凉的地方。哎呀，刚把相机关了，这个镜头前就给了一条大路啊。那这条大路是向左拐，就是一直走了。这个路一直往南走，就是广义了。今天晚上有可能睡在广义，明天到那个叫什么？明天到归仁。这条路走的稍微有点诡异啊，它两边全是这种坟墓，难得能看到村子。全是这样的坟墓，两边都是啊，两边都是。这条路修的真的不错啊，骑起来非常舒服，最关键的是没有人，所以这也是我可能在越南旅行摩托车车速最快的了。看到这种警示牌，我还是会把摩托车的车速降下来，慢慢通过。在越南中部啊，西边很多山啊，因为这个山它要跟老挝接壤。当然我们看着山挺近的，其实也蛮远的。有机会老魏会走那些山路，当然如果有好的摩托车我会走啊，现在条件还不成熟。过了这条河呢，再往前大概50公里，就是朱砂古城了。今天晚上我会住在朱砂古城。朱砂古城在广义市啊，在广义。道路两边这种白白的全是沙，全是沙，这沙特别细，特别白。雪白雪白的，这里养鱼养虾的渔民真多，
中部养鱼养虾的特别多。前面有很高的山啊，我还没有查那是什么山。那这里非常辽阔啊，视野很好。这里全是养鱼的。我觉得我的速度已经很快了。你看越南人，他骑个摩托车带个人，还是把我超了，感觉很轻松的超我，直接把我给秒了。走了很久，这里还是广南市啊。这里就显得比较荒芜啊，但是海边也在大搞基建。刚刚休息了一下，这个查了一下地图，这里离朱砂古城啊，大概还有45公里。那老魏可能至少要骑1个小时的摩托。这海边应该会搞成度假村啊，弄得很漂亮。这里路修的都比较宽啊，其实中部的路我感觉比胡志明啊、比河内啊，路修的都像那么回事儿。前面不远处有一个大山啊，这应该是一个山脉。它是其实越南从南到北都有这种山脉和把越南和柬埔寨啊和老挝啊这样隔开。越南这个国家之所以这么狭长啊，之所以这么国土面积这么狭窄，那跟这个山脉有很大的关系。在冷兵器时代跨越这种山脉，特别是集团军啊，就是像军队跨越这种山脉非常难，所以根本就没有办法在冷兵器时代实现对另一个国家的吞并，因为有这种天然的屏障做保护，所以越南其实在古代真正面临的威胁啊，或者说发生过战争最多的国家，那肯定是北方的大国。它实际上跟老挝发生的战争啊，发生的这种军事冲突会很少，啊，包括跟那个南部的柬埔寨也是，啊，但是也就是近代，也就是300年前，跟柬埔寨慢慢的，才会发生了那么多的这个故事，然后西贡才会并到越南，包括富国岛也是近代才并到越南的，现在是并到了1号国道。1号国道骑的话，可能速度要更慢一点。这里大卡车特别多啊，骑起来非常危险，还要防着别人逆行。不知道导航怎么把我导到1号国道上来了。边上还有别的路，等一下我绕过去。这走国道一会儿走的人就犯困了，真的是不想走这条路。但是越南南北跨越的话，这条路是避不开的一条路。在我右侧给我并行的是一条铁轨啊，这里有条铁轨。这也是越南南北跨越的火车。那如果坐火车旅行的话，就是走的这条路。
现在停下来休息一下。其实从11点出来到现在已经2点了，已经骑了3个小时了。摩托车受不了，必须把摩托车休息一下，休息个半小时或者1小时，然后再出发。其实离目的地朱砂城堡只有大概30几公里，但是我在网上查了，说那个古堡有可能是不存在的。我现在不准备去那个朱砂古镇了。中部有2个自然保护区，那靠近加莱省，那里开摩托非常难走，都是山路，所以我想继续往南。晚上看到哪里就是哪里吧。现在我还没有定下来。